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重庆姑娘嫁到台湾8年后，决定注销大陆户籍的真实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深受触动，相信听完后你们也会有所感悟。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证了无数两岸婚姻的酸甜苦辣。两岸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道海峡，更有着文化认知和生活习惯的差异。但爱情往往能跨越这一切。咱们今天的女主角叫小雨，是地道的重庆姑娘，今年35岁。8年前，她经过一段曲折的恋爱长跑，嫁给了台湾男子阿明。最近，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注销大陆户籍。这个决定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小雨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。从小，她就是个爱笑的姑娘，性格倔强又直爽，典型的巴蜀女子风范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，生活过得还算顺遂，但感情路上却不太顺利。谈了几段恋爱，都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。眼看着身边的闺蜜一个个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小雨的父母也开始着急了，逼着她去参加各种相亲活动。哎呀，小雨啊，你都快30了，再不抓紧时间找个对象，就真的成剩女了。每次回家，母亲都会这样叨叨。小雨心里苦啊，妈，我也想找啊，但缘分这东西强求不来的。就在小雨快要被相亲大军逼疯的时候，命运给她开了一个玩笑，或者说是一个美丽的巧合。那是2016年的春天，公司安排小雨去台湾出差，这是她第一次去台湾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对于大多数大陆人来说，台湾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台湾应该很落后吧？出发前，小雨心里还有这样的疑问。许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港台剧中，认为那里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高。但当小雨真正踏上这片土地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社会发展得非常完善，街道整洁有序，民众素质普遍较高，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也相当健全。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，处处体现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。原来台湾这么美，小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在台北出差的第3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小雨的计划，她没带伞，被困在一家咖啡馆里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柔的男声响起：“小姐，要不要搭我的伞？”转头一看，是个穿着得体的男子，看起来30出头，眼神清澈，笑容温暖。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小雨丈夫的阿明。阿明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也是偶然在这家咖啡馆避雨。两人一聊，发现竟然有许多共同话题。更巧的是，阿明大学时曾到重庆交换学习1年，对重庆的火锅和山城风光念念不忘。重庆女生都像你这么可爱吗？阿明笑着问道。小雨被这突如其来的赞美弄得有些害羞。哪有，重庆女生脾气可大了，不好惹的。那我偏要去惹一惹。阿明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就这样，一场雨，一把伞，一段跨海峡的爱情悄然萌芽。出差期间，阿明主动当起了小雨的导游，带她游览了台北的大街小巷，品尝了正宗的台湾小吃。小雨惊叹于台湾处处体现的人文关怀，路人会主动帮助迷路的行人，商店店员服务态度极佳，就连公交车司机也会耐心等待老人上下车。台湾社会真的很发达，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。小雨感慨道。阿明笑了笑，很多大陆朋友初次来台湾都有这种感觉。其实两岸人民同根同源，只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些不同罢了。出差结束后，两人依然保持联系，视频聊天、网络通话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爱情的火花就这样跨越了海峡，在两个人心中越烧越旺。半年后，阿明专程飞到重庆见了小雨的父母。阿姨、叔叔，我想请求你们的同意，让我照顾小雨一辈子。阿明的态度诚恳而坚定。小雨的父母一开始非常反对，在他们眼中，台湾遥远又陌生，让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自己会担心死的。
而且两岸关系复杂，万一将来发生什么变故，岂不是连见面都成问题？小雨啊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嫁到台湾去，以后有什么事，爸妈都帮不上忙啊。父亲愁眉不展地说道，母亲更是直接，我听说台湾人很精明，对大陆媳妇儿不好，你嫁过去会不会受委屈啊？面对父母的质疑，小雨理解他们的担忧，但他已经认定了阿明就是他的真命天子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阿明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我们相处这么久，他尊重我，爱护我，从来没让我感到一丝不适。再说了，现在交通这么发达，台湾也不算远，我们可以经常回来看你们。小雨据理力争，阿明也表示会尽一切努力让小雨在台湾生活的幸福，也会定期带他回重庆探亲。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，小雨的父母终于在爱情的坚持面前妥协了，但他们提出一个条件，结婚后先不要注销大陆户籍，留一条后路，万一在台湾过不下去还可以回来。小雨爽快地答应了，心想着反正注不注销户籍对生活也没什么实质影响。于是在2017年的金秋10月，小雨和阿明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然后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初到台湾，小雨确实经历了不少文化冲击。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人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与大陆确实有着不小的差异。比如，台湾人非常注重礼仪和秩序，排队时几乎不会有人插队。公共场所，人们都会压低声音，很少大声喧哗。对待服务业人员，台湾民众通常会用礼貌的语言和态度，而小雨习惯了重庆的火爆直率，一开始适应起来有些困难，语言上也有差异。虽然都是中文，但很多日常用语不同，比如大陆说垃圾桶，台湾叫垃圾桶；大陆说打的，台湾说搭计程车；大陆说卫生间，台湾说洗手间。有一次，小雨对阿明说：“我想吃土豆。”阿明愣了半天，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马铃薯。这些小小的差异常常引发有趣的误会。饮食习惯的差异更是明显，重庆人爱吃辣，而台湾菜则偏甜清淡。刚到台湾时，小雨总觉得食物不够味，常常偷偷加辣椒。后来，他慢慢适应了台湾的饮食风格，甚至爱上了一些台式小吃，如卤肉饭、牛肉面、珍珠奶茶等。最让小雨感到不适应的是两地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。大陆人习惯了直来直往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而台湾人则更含蓄，更注重面子，很多话不会直接说明。阿明的父母对小雨其实很好，但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，不像重庆父母那样无微不至，甚至有些过度关心。一开始，小雨误以为公婆不喜欢他，后来才明白这只是台湾人尊重个人空间的表现。台湾人讲究各自清，就是各过各的，不过分干涉对方。阿明解释道，不是不关心你，而是尊重你的选择和隐私。小雨慢慢明白了，这种尊重个人空间的处事方式，其实也有其可取之处。至少，他和阿明的小家庭能够独立自主，不会受到太多长辈的干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雨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他找到了一份在贸易公司的工作，利用自己的大陆背景优势，负责与大陆企业的业务往来。工作中，他发现台湾企业的管理模式与大陆有很大不同，更注重团队协作，上下级关系更平等，工作氛围也更轻松。在大陆，加班是常态，在台湾，准时下班才是常态。小雨感叹道，台湾社会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这让他有了更多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。小雨和阿明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。阿明是个体贴的丈夫，家务活从不推脱，下班后还会主动下厨做饭。两人周末常常骑自行车游览台湾各地，感受台湾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。台湾虽小，但处处是景，处处有情。小雨常这样形容她的第二故乡。3年后，小雨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安安，寓意平安喜乐。有了孩子后，小雨更加融入了台湾的生活。她参加了社区的妈妈互助小组，认识了许多台湾妈妈，彼此分享育儿经验和生活点滴。
台湾的育儿环境真的很好，医疗资源丰富，儿童教育也很重视。小雨常常在朋友圈分享她在台湾的育儿感受，引来大陆闺蜜们的羡慕。当然，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小雨也遇到过困难和挫折。刚到台湾时，她曾因为口音被人笑话，找工作时也遭遇过因为是大陆媳妇而被婉拒的情况。偶尔还会碰到一些对大陆有偏见的台湾人，说一些不太友好的话，但这些困难都被小雨坚强地一一克服。她努力学习，适应当地文化，用自己的真诚和实力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和认可。8年过去了，小雨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，她的普通话里带上了一点台湾腔，生活习惯也越来越台式。她和阿明的感情愈发深厚，小女儿安安也已经上了小学，成为一个活泼可爱的台湾小学生。就在去年，小雨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注销大陆户籍。这个决定并非冲动之举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。8年来，小雨虽然每年都会带着家人回重庆探亲，但她的生活重心早已转移到台湾。在台湾，她拥有稳定的工作、幸福的家庭、广泛的社交圈，已经真正把这里当成了家。更重要的是，小雨希望彻底融入台湾社会，不再处于一种两边都是客的尴尬状态。保留大陆户籍虽然给他提供了一种安全感，但也无形中成为他全心融入台湾的障碍。我已经在台湾生活了8年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我想要彻底的属于这里，不再左右摇摆。小雨对阿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阿明对小雨的决定表示支持，但也提醒他要慎重考虑。户籍注销后就不能反悔了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小鱼点点头，眼神坚定。我想了很久了，这8年在台湾的生活让我明白，家不在于户口本上的一个名字，而在于心之所向。我的心早已在这里安家了。决定做出后，小雨先给父母打了电话，电话那头父母沉默了许久。女儿啊，你这是要彻底不回来了吗？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些许哽咽。妈，不是的，注销户籍不代表我不回重庆，不代表我不爱你们，我只是想让自己真正融入台湾的生活，不再有那种漂浮不定的感觉。小雨耐心地解释着。父亲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，孩子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尊重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在哪里都行。得到父母的理解后，小雨开始着手办理注销户籍的手续。按照规定，他需要先在台湾取得长期居留权，然后回大陆办理户籍注销。去年10月，小雨专程回了趟重庆，一进户政大厅，他就感到一阵紧张。虽然只是一纸户籍，却承载了他前半生的所有记忆和身份认同。你好，我想办理户籍注销。小雨递上了自己的证件和相关材料，工作人员是位中年女性，看了看材料，又抬头看了看小雨。您是嫁到台湾了？小雨点点头，已经在台湾生活了8年了，我觉得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工作人员翻看着材料，又问道，注销户籍是个重大决定，意味着您将失去在大陆的许多权益，包括社保、医保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福利。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个问题，小雨已经思考过无数次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坚定地回答：我确定。我在台湾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。虽然注销户籍意味着我不再是中国大陆的公民，但不管户籍在哪里，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工作人员听了他的回答，眼睛微微湿润。您说得很好，看得出来，这是您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就这样，小雨完成了户籍注销的手续。走出户政大厅的那一刻，他感到既释然又有些感伤。释然的是，他终于做了一个了断，不再左右摇摆。感伤的是，这意味着他与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有了一种新的关系。回到台湾后，小雨把这个经历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。没想到，这个普通的生活分享竟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。有人赞赏她的勇气和决断，嫁到台湾8年才决定注销户籍，这是多么慎重的选择啊！祝福你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好。也有人质疑她的决定，为什么要注销呢？保留着有什么不好？
万一哪天想回大陆发展呢？面对各种声音，小雨平静地回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考量。对我来说，注销户籍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更加坚定地拥抱现在和未来。这件事也让我深受触动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两岸婚姻的故事，有甜蜜幸福的，也有充满坎坷的。但小雨的故事让我看到了爱情的力量和个人选择的勇气。其实，两岸婚姻中的文化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首先是家庭观念的差异，大陆家庭普遍更加注重家族凝聚力，亲情纽带很强，家人之间互相依赖度高。而台湾家庭则更注重个人空间和边界，强调各自清，家庭成员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婚后的生活方式。大陆姑娘嫁到台湾，常常会感到不够亲近，而台湾男子则可能觉得大陆妻子的家人过于干涉。就像小雨刚到台湾时，误以为公婆不够关心她，其实只是文化差异使然。其次是消费观念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整体较为成熟，消费观念理性，讲究性价比，不盲目攀比。而大陆部分地区受快速发展影响，有时会出现炫富面子、消费等现象。还有教育理念的差异，台湾的教育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人文素养，课业压力相对较小，而大陆教育则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学习，竞争压力较大。这些差异看似细微，却可能成为两岸婚姻中的潜在冲突点。但像小雨和阿明这样，如果双方能够相互理解、包容和适应，这些文化差异不仅不是障碍，反而能成为婚姻生活中的调味剂，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而小雨注销户籍的决定，也代表着他对自己人生选择的一种肯定和坚持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爱是我愿意放弃一部分自我，去成全更好的我们。在采访小雨的过程中，我也了解到，这8年来他在台湾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初到台湾时，不管是语言、生活习惯还是思维方式，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刚到台湾那会儿，我连卫生纸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小雨笑着回忆，我跟店员说要买卫生纸，人家听不懂。后来才知道台湾人叫卫生棉。这种鸡同鸭讲的事情发生了不少呢。小雨还提到，初到台湾时，他曾因为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同，与阿明产生过摩擦。比如吃饭问题，我习惯了大口喝汤发出声音，而台湾人吃饭很安静，喝汤也是小口小口的，不发出声音。小雨说，还有垃圾分类，台湾做得特别细致，一开始我总是分错，被邻居投诉了好几次。语言差异也给小雨带来不少困扰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和大陆的用语习惯却大相径庭。台湾人喜欢用好字开头，好厉害，好可爱，好棒，而我们重庆人则喜欢用麻烦、要得这样的方言。小雨笑道，有一次我对阿明说，麻烦你拿一下水，他愣了半天，还以为我在抱怨他呢。这些文化差异，小雨都一一克服了。他积极学习台湾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，慢慢融入当地社会。同时，阿明也在努力理解和尊重小雨的文化背景，两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兼具两地特色的家庭文化。其实，适应一个新环境，最重要的不是改变自己，而是保持开放的心态。小雨感悟到，我没有刻意去变成一个台湾人，而是在保留自己重庆特色的同时，吸收台湾文化中的精华。这种文化融合也体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。饮食上，小雨会做重庆火锅，也会做台湾卤肉饭。教育孩子时，他们既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，也强调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。这种兼容并蓄的生活方式，让小雨和阿明的家庭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。我们家就像一个小小的海峡两岸，小雨笑着说，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，碰撞出美丽的火花。谈到为什么最终决定注销户籍，小雨说，这是他对台湾生活的一种肯定和认同。这8年来，我亲眼见证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，这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经济发展速度不及大陆，年轻人就业压力大等。但同时，这里的社会福利完善，
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，生活节奏舒适，这些都让我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。小雨强调，注销户籍不代表他否认自己的根，我永远是中国人，这一点不会因为一纸户籍而改变。我只是选择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罢了。如今，小雨在台湾已经开了自己的小店，专门销售重庆特色产品，成为一座连接两地文化的桥梁。他的故事也成为两岸婚姻中的一段佳话。我常跟那些准备嫁到台湾的大陆姑娘说，小雨笑道，不要带着刻板印象去台湾，也不要抱着镀金的心态。台湾和大陆各有优缺点，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陪你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确实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但融入一个新环境，需要的不仅是爱情，还有勇气、智慧和坚持。小雨用8年时间完成了从大陆姑娘到台湾媳妇的转变，她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学习。回到小雨注销户籍那天的场景，当工作人员问他确定要注销户籍吗时，小雨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。无论户籍在哪里，我的根永远在中国。我在台湾的生活就像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延伸和拓展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让更多台湾朋友了解真实的大陆，也让大陆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种开始。这番话道出了许多两岸婚姻中的大陆女性的心声，她们不是背叛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连接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证了无数两岸情侣的相识、相恋到相守，每一段跨海峡的爱情都是一次文化的融合与碰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，谁先适应谁，而是双方如何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，创造一种全新的、属于两个人的生活方式。小雨和阿明的故事正是这种两岸婚姻的典范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只要有足够的爱和包容，文化差异不仅不是障碍，反而能成为婚姻生活中的亮点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雨和阿明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感悟，也希望所有跨地域、跨文化的爱情都能像他们一样开花结果，幸福美满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哦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两岸婚姻的看法和建议，你们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爱是跨越海峡的桥梁，理解是融合差异的钥匙。愿每一段爱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。